杨紫未来将开始领跑，与高颜值男明星合演奇幻节目，是不仅节奏而定。谈仙侠剧，一个话题深受大众喜爱。尽管情节丰富，但图像的表面具有的强度区域，每一个外壳，每一个形象，都能为人群带来无穷的创意。迎着杨紫再次上演领跑，参加了勇敢的女人，立刻引来了热议，进入了热搜。另外，与她合作的男明星们都被认为演技精湛，颜值高。我这次参与的作品是《长相思》，光是看到这个设置，无数小伙伴就觉得需要火爆的心情。变成每个人都需要的内容并不是那么自然，人群非常挑剔，如果情节不是那么有活力，他们会保持安静。万一艺人的演技在他们的灵魂中没有那种假设，更不用说他们应该继续看，或者保持清醒直到很晚才看。艺人在人群心中的印象至关重要。著名的杨紫一直默默无闻，在她的演艺事业中，她真诚地尝试，她的事业不断上升。不管她有多不凡，她都会不断地让人觉得非常低调，只是让众人感觉到这个人完全被她玩弄了，看到她的眼睛就能读懂她的心思。每一个发展，每一个眼神都是极其正常的。她如何沟通，她如何破译，如何掌握音乐，并已完全融入内容中。这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倾向，可以让人群生动起来。既然被爆出杨紫挑逗主角，参加玄幻节目，还服过高颜值男明星，光看演员阵容，这就是一部会出名的作品。某些艺人的能力和视野值得关注，他充满了迷人的力量。他亲手破译的人物，可以让观众在剧情中陶醉，自己除掉自己也很麻烦。他连自己的现实都记不得了，只需要跟着他的节奏。作为大家心目中的女神，同样是演技派的杨紫，更是被誉为著名艺人。带给人群的系列作品，让人群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状态，他们的目光紧紧盯着屏幕上的每一个进展，整个人的心都飞了起来。什么是重大创作？什么是非凡的作品？我觉得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活力，让人群感觉生动，仿佛他们就是内容中的人物。银幕上介绍的作品令人惊叹，万一没有实力，又怎么会抓住众人的眼球，让众人感受到一个内容的伟大？为打造作品的无处不在，长相思的团队让他为人所知，并迎来了一位华丽的男明星作为这部作品的传奇人物，他就是张万一。任何作品只要过程异常复杂，细节处明显平淡无奇，都能影响整部作品在人群心中的印象，也不可能引起人群一阵阵的兴奋反应。此外，创作、推广、曝光、传播和各种联系的活动和董事会同样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参与，包括的所有部分工作同样非常庞大。以张晚怡在圈子里的一系列成就，以及大家看她的照片，毫无疑问她会带来一部好作品。艺人的洞察力至关重要，只要揭开一个深受群众喜爱的人，他就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升他在群众心中的印象，表现出他的团结。杨紫被视为年轻的明星，经验丰富，他参与了许多模范创作，众人脑海中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强者。渐渐的，我发现他煽动了主角，并与一位有吸引力的男主角一起出演了一个奇幻节目，恶名特别高，被认为是众所周知的节奏。你怎么看？您可以在备注区留言。02网传《幽灵之路》拍摄将迎来肖战饰演诸葛芹，冠军对剧迷的决心极为满意。在即将交流的节目中，最值得期待的是肖战主演的《玉骨遥遥》和《梦中的大海》。两部剧的故事设定完全不同，一个是比较正常的旧装奇幻，一个是一个时代剧，时间很长。从今年公演市场的作品呈现来看，仙侠剧实际上因为作品的传播而拥有了一定的人群，例如《沉香》《苍兰诀》等，而时代剧则因作品的传播而起飞。世界，可能有人会说，不管是哪一出戏，都有机会成为一炮走红。不管怎样，肖战作为家喻户晓的顶级装饰品，其实是有大手笔的，可以巧妙地得到它。尽管有这两部即将上映的节目，但可以想象在不同的戏剧中看到肖战。
据说马伯庸的《幽灵路》会被拍，内容调整后，欢迎肖战在剧中饰演传奇人物诸葛芹。前几年马伯庸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时候，其中一部大热，夏雨主演了《古玩局》，接下来是易烊主演的《长寿12时辰》，成为古代短剧中口碑火爆之王的千玺。王一博主演的《洛阳起风》也火了。通往古墓之路的设定是古墓探索、力量、浪漫等元素的集合。肖战有望在两男一战中再次饰演双男主。肖战凭借《陈令》进入了大家的视野，双男剧也是目前国剧市场口碑表现比较出彩的作品，一举将肖战和王一博两位演员在这部双男剧成为主流之后，龙溪风起、山河令等也都有不错的表现。不过能达到《陈令》巅峰的剧少之又少，但从影道的故事设定来看，依旧是双男剧，而凭借双男剧走红的肖战，预计会再次尝试这种类型。诸葛芹这个人品与肖战的形象气质简直是绝配。原著中，诸葛芹26岁，是位患难见真情的王子，同时又才华横溢，美貌绝伦。原著中，诸葛芹16岁通过中山王位继承考验，少年时却被风云突变所击中，不仅失败了，为了夺取王位，他甚至不得不住在篱笆下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。无论是塑造才华横溢的少年，还是20多岁陷入困境的王子，肖都没有让人失望。他的年轻让他在塑造一个少年时没有尴尬的假装年轻的问题，而他超越角色年龄的成熟则完全取决于他的演技。从《陈令》到《王者归来》再到《余生》，肖战的演技越来越精湛，观众也开始认可他。传闻剧中男2号的演员是张鲁义，他将饰演黄鼻一角，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。他是前王牌特工，背负重罪，被勒索以威胁妻子性命，并希望前国接管玉岭路的方式杀死中山国后裔。两人之间的战斗，从最初是对方为敌人和潜在威胁，到后来相爱相杀，制衡多方力量，合力破解机关幕，跨度再大。张鲁义也是公认的实力派演员，历史题材对他来说并不陌生。值得期待的是，张鲁义将在剧中饰演王牌特工，这在他之前对角色的诠释中是非常难得的。有当红的顶级男演员肖战和公认的实力派演员张鲁义，《王者荣耀之路》开播前一定会火爆，人气和演技都不用担心。小说故事很有趣，女主颜值和演技都不错。这部剧《莱尔德之路》之所以能打动观众，是因为马伯庸的作品一直以奇特为特点，也有在家庭和民心面前选择救死扶伤，突破伦理困境，甚至是赢得王权或民心的道德困境。故事来自于王朝灭亡后重生的皇子，他不仅破译了机关秘术，更让天下大乱。这部剧的女主角也值得期待。虽然从整体的故事设置来看，《延禧攻略》是一部以男性角色为主的电视剧，女性角色容易不那么出彩，但从马伯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来看，女主角往往能让人眼前一亮。这部电视剧的女主角是周雨彤，粉丝们都很满意。她不仅漂亮，而且演技也很在线。自2021年以我在他乡好出道以来，周雨彤的资源越来越好，实力也终于被大家看到了。其实在这之前，周雨彤也出演过不少热门作品。在《大宋提刑官》中，周雨彤饰演女主角，与张新成相恋。美丽时髦的周雨彤让人难忘。这部剧也得到了7.9分的高分。虽然周雨彤的现代有很多剧，但古装剧同样适合她。在《幽灵路》中，女主角被爆出是前国公主和诸葛芹的青梅竹马。年轻的时候，他们放纵自己，自作主张，直来直去。两人关系不错，但也经历过被绑架的共同逆境，两人是好朋友。他们两个人又在幽灵路相遇，他们仿佛彼此分开了。他们在对方身上找到了温暖和安全感，但一个是前国的公主，另一个是中山国的王位继承人。他们将如何选择，将是这部剧最大的看点。可以说，肖战、周雨彤、张鲁义等演员在《幽灵路》一剧中的选择是完全符合预期的。此外，该剧的故事本身也很有看点，对于几位演员来说，也是再次走出了圈子。好机会，但该剧还没有正式公布，一切都没有定论。
不知道大家期待谁来演这部剧的男女主角？